最近，如果想要细数新闻最多的女明星有谁，杨紫这个名字一定不能少。从客串小亲热流出的结婚照片，到青三行与吴亦凡的私翻，从穿衣品味、身材长相，到红毯逃跑，无一不跃然于热搜前列。继《欢乐颂》大获成功之后，2016年，杨紫终于迎来了忙碌年份，相继接拍了都市情感剧《大驾风上》、电影《在世界中心呼唤爱》，以及饱受争议的《青云志》。在《青云志》中，人们开始见识到杨紫的另一面。很多观众看了这部剧，吐槽最多的就是杨紫的扮相，韩式的一字眉和浓浓的滤镜，外加流量 IP 剧的本质。部分观众开始遗憾地认为，明明可以拼演技，为何要接这样的流量剧本？如果作为演员，这是他能够接到的最好的剧，大家的感想又会如何呢？演技与流量其实没有存在明显的矛盾，流量不等同于没有演技。这个问题，杨紫自己分得很清楚。好演员都是敏感动物，诚如杨紫这般的演员更是如此。翻看那些杨紫最美的幽默瞬间，你可以看到一个活泼的她，用另一种方式去成全自己。娱乐至上本就是不死不休，何来相互迁就？对于杨紫的人缘，实在是让路人们无法随大流的一起吐槽。游记的香蜜剧组捉襟见肘的宣传费，让杨紫不得不发动自己所有朋友，开启娱乐圈微商模式，凡是朋友皆卖力宣传，一举惊动了半数以上当红小花们和少爷们。2020年仍然是杨紫忙碌的一年，预热中的余生，请多指教。青簪行和即将投入拍摄的女心理师，相信很多人同我一样，对每一部剧集充满着期待。不管娱乐圈会如何发展，口碑始终是最好的基石。